什么是稳定币？我们先得问法币出了什么问题。先想象一下以前食堂的饭票，我们就开始了。从前有一座岛，岛上有一个巨大的市级食堂，比如王富贵的摊位卖的是海鲜食品，侯亮亮的摊位卖的是水果沙拉。而你是一名裁缝，一开始这座岛上并没有什么钱，你想吃海鲜也不用花钱，只要答应王富贵做一件新的衣服。你想吃水果沙拉，也只需要告诉侯亮亮，下次给他女儿做一条裙子。我们把这种方式叫做物物交换，但是很快大家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王富贵说：“我现在不需要衣服，你下次有空再做吧。”侯亮亮说：“我想要的不是裙子，而是王大锤做的桌子。”你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时候都是刚好互换的。为了交易更加的方便，大家就决定选出一种人人都能接受的通用媒介。一开始是贝壳，后来是黄金、白银，再后来人们使用印着小岛中央银行发行的统一食堂饭票，而且背后是由岛政府信用作为担保的。货币就是这样从实物交换工具变成了信用凭证，这就是货币的极简史。你本来以为饭票是由岛中央银行统一印发的，有国家信用作为背书的，钱就是财富，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，食堂饭票的价值不只是你愿不愿意用它，而是印票的人他并不是自律的。假如遇到战争、金融危机、经济衰退等等，当岛政府开始缺钱的时候，他就克制不住自己了。比如1920年代的魏玛德国，为了支付战争赔款，大量增发货币，结果就引发了恶性通胀。你瞧，这个女人因为家里没有财烧了，拿钱当财烧呀。当然，为了避免恶性通胀，现在没有国家会直接这么疯狂的印钱了，而是选择另外一种方式——借债。它可以对内发债，对外举债，来增加货币的量。正常情况下，食堂饭票是大家劳动所换来的。当岛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大，没有人愿意借钱的时候，它还有一个秘密武器，让岛中央银行出手配合。岛政府就说：“我要修路，我要打仗，我要救灾，得多发一些债券啊。”岛中央银行点点头说：“哦，好的，我来帮你买吧。”于是中央银行就印出了更多的饭票，买下政府的债务。钱进了财政的账户，饭票就流入了市场。表面上看，这是一场合理的债务融资，但是本质上是央行为了政府印了钱啊，而代价就是岛上每个人手里的饭票悄悄地贬值了。30年前，你拿10张饭票可以买10碗牛肉面，今天同样的10张饭票可能连1碗牛肉面都买不起了。你会说这只是涨价，但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，它的名字叫做通货膨胀。我们拿印钱大国美国来举个例子好了，过去30年间累计通货膨胀超过了100%，也就是说，一笔存在银行1万美元的钱，今天只剩下不到一半的购买力了。而在阿根廷，2023年的通胀率超过了200%，普通家庭的食品支出几乎每个月都是要重新写预算的，所以才会有米莱的上台嘛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你努力工作攒下的钱，不是你挥霍让它变少的，而是整个系统都在默默偷走它的价值。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，我们手里的饭票不属于我们啊！就是在这种信任逐渐动摇的时代，有人就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想法：如果饭票不再有政府印发，而是被算法自动控制呢？如果它的数量像黄金一样恒定，谁都不能偷偷的多印呢？如果它的每一张使用记录都写进全网公开的账本，任何人都无法篡改呢？这个人没有露脸，谁也没有见过他，他叫中本聪。比特币诞生了，中本聪不是革命者，但是他却做出了一场货币制度的手术。每一张饭票都写进了区块链账本，公开透明，不可篡改，所以被称为数字时代的黄金。我们前几年还在大规模的挖矿，后来这帮群体他们就去了美国。我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在美国沙漠帮人搞这些基建的，太费电了嘛。但是很快问题又来了，如果说法定货币问题是太容易印了，那么比特币的问题就是太难控制了。它的价格就像是过山车一样，忽上忽下，波动极大。
对投机者来说，这个是很刺激的，但是流通性是不行的呀。但是在比特币的早期，流通最顺畅的地方不是市集，也不是银行，而是在黑市、毒品交易、黑钱转移、避税藏金什么的。比特币的匿名性和多系统性的特性，让它成为某些人眼中的完美工具。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，美国财政部启动了一系列针对俄罗斯寡头、军工供应商和政府官员以及家属的金融制裁，包括传统的金融账户，也包括加密资产。但是比特币问题它依旧是存在的呀，它不太稳定，但是只要有需求就会有生产。这个世界并不总是阳光明媚的，黑白阴阳才是它世界的本质。需求催生了另外一种数字货币——稳定币。这个原因我是猜的，学术界并没有什么定论。比如有些聪明的福建人在缅甸等东南亚地区做完生意，衣锦还乡的时候，不带现金，不走银行，就带一串 USDT 钱包地址就够了。你品，你细品。钱和信用之间的边界已经在悄悄地移动了，不过后来发展下去，也渐渐地在各种合法途径也在流通了。为了便于理解，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比如你去澳门赌场，你用现金换了筹码，是1:1的，而这个筹码你在赌场不仅是可以消费，赌徒之间还是可以进行交易的。比如你看上了李达康家里的一幅画，1个亿，你也可以用筹码支付啊。为什么？货币是什么呢？货币它就是信用啊，因为你信赌场它可以兑换筹码，而稳定币就相当于赌场的筹码，只不过它是属于数字世界的，它跟美元、欧元、人民币等等作为锚定，但是却不依赖银行账户，拥有加密货币的自由性，但是却是借用法币的稳定性。这2句话就基本上可以概括稳定币了。这就好比是物理世界中人类从金本位走向了信用货币，数字世界也从比特币的数字金本位走向了锚定法币的数字信用货币。但是至于稳定币它能走多远还不知道。好了，说的差不多了。货币本质上它就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贝壳、金币、纸币、代码其实并没有什么价值，只是人类智能就选择去相信它嘛。相信虚构的故事本来就是智人的超能力，也正是因为我们相信虚构的饭票、银行、美元和比特币，我们才成为这个星球上最能组织也最容易被收割的物种了。我们就是智人。好了，我说完了。文字版更多的内容放在小狮子的书房，再见。